最近这一周，美股迎来大回调，连着跌了好几天，整个一个月呢也变成了2020年3月疫情高点以来最糟糕的一个月。美国10年国债利率从年初的1.5%飙升到了1.8%，很多科技公司都跌回了疫情前的水平啊，比如 Netflix 在财报公布当天，因为用户增长不敌预期，大跌了20%多，现在更是一路跌下去了。去年呢，各大网红博主推的一些股票，比如 NIO、Peloton， 基本就是谁买谁知道啊。之前如果在高位的时候没有跑掉的话，现在就是稳稳套牢了。回想在2020年中啊，科技股强势上涨，扎克伯格呢身家超越了巴菲特，成为了美国第3大富豪。然而今年以来呢，科技股急剧下跌，扎克伯格的身价呢在今年就蒸发掉了152亿美元，Elon Musk 的身家呢更是跌了541亿美元。截止到1月27日，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四啊，巴菲特的财富再次反超了扎克伯格。当潮水退去，股神依旧是那个股神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夏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。我们的频道标语是人生追求财富自由，希望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呢，快点订阅我们的频道吧。那今天呢，小夏来说一下啊，对于最近美股的总结和反思，和我们家近期决定的这个投资方向，还有呢，都说房市滞后股市，那么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走向有什么变动吗？房市大跌难道也不远了吗？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。最近美股大跌，我公司里的很多老板们感觉开会的心情都不好了啊，脸色很差。像我们家自己的401k 账户等等呢，也跟着大盘就是大跌了一波，好几万就没了。开篇说的 Netflix 和 NIO 呢，我也是就是套牢了，导致于我的账户从盈利25%左右，一路10%、8%，一天天减少，现在掉到了5%，还能看见盈利，我也算是对我自己这个新手的状态很满意了。虽然不知道这5%还能坚持多久，因为看过我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啊 ，Netflix 算是我比较重仓的一只股了，Top 3吧。虽然我一共就2万块钱在这个账户里，但是 Netflix 从正40%的状况直接跌到红了赔钱的状况，看的还是挺难受的。那美联储在刚刚过去的1月的 FOMC 会议说了什么呢？咱们用大白话来解读一下鲍师傅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第一呢，就是现在不加息，但是未来每一次会议都加息，而且呢是加息和缩表双管齐下。虽然现在不加息，但是呢也停止印钞了，不再刺激经济了。第二呢，是自从上次会议以后，通胀继续恶化了，以后就更要逐步摆脱前所未有的这个宽松政策。这也就是很多人说的鲍师傅变得鹰派了啊。1年前呢，他还是一个鸽派，坚持称通胀只是暂时的。然而美国现在的通胀率已经接近7%了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的投资回报率没有7%，那你的钱就是在缩水。想想也真的挺可怕的。从目前美联储的实际策略看来啊，4次加息外加开始停止买债是一个保底的做法，就是 base case， 也不排除会更加紧缩的政策。而且呢，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真正加息，但是通过不断的暗示未来要加息，其实美联储加息的这个目的已经一步步达到了。那对于现在的美股市场，各个机构的分析文章都是怎么看的呢？2020年的熔断事件会再次发生吗？大部分的分析报告呢都不认为股市会再一次出现熔断，认为那还是属于是百年一遇的情况啊。因为花无百日红，之前股市的涨幅太大，现在适当的调整也没有什么不好。高盛的说法是，未来2周这个市场会慢慢消化通货膨胀对股市的负面影响。股市上10%到20%的回调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，不能因为说过去的1年多都在暴涨，就认为现在这种回调太可怕。大部分机构的分析都显示，现在美国股市的基本面没有受到大伤害，一些市值领跑的股票，比如 Apple、Google、Amazon， 机构给出的都是继续持有的建议啊。如果美联储能够稳住通胀，美股还会是一条好汉。那么我们家目前的投资理财的策略是什么呢？这里呢要先强调一下，这只代表我们个人的观点，绝对不构成任何投资理财的建议啊。总结成一句话就是 Stay on defense， 巩固防守。我们自己投资的大方向呢仍然是定投，而且会加大定投的力度。
比如说以前是一周500，一个月一共$2000，现在就改成了一周投1000，一个月投$4000。这个倒也不是说想要抄底啊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判断这个底到底在哪里。也许大家会听到一些博主说，今年的股市就是一泻千里了，一定是扭转熊市啊。但反正我觉得我们是没有这个能力预测股市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只是决定加大这个定投的力度，可以变相理解为降低一些近期的这个买入成本 ，average down。那即使股市的震荡还会持续一阵子，如果认真定投的话呢，我觉得不需要太担心。但是如果是持有个股比例比较高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比较难受。至于能不能熬得住，还是选择止损，这个就要看具体的股票，见仁见智了。如果你非要问我的话呢，我自己的那个美股账户本来就是个学习，钱很少，我肯定就选择按兵不动，然后静观其变。甚至呢，就是我可能会考虑买入一些吧，之前因为价格太高没有机会入手的股票，俗称接飞刀嘛。我目前在观察的就是 Facebook 和 Costco， 如果我买了的话呢，以后会继续更新我的美股账户的情况的。那说到这里呢，就再打一句广告，请看视频的你记得点赞留言，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呢，快点订阅小夏和老麦的频道吧。然后来说一下房市。美股给人一种要崩了的感觉啊，那对于房地产市场的走势就更是众说纷纭了。以 Sunbelt 地带为例子，首先说一下 Sunbelt 指的是美国西南部的一些州，像加州的东南部 Arizona 就是亚利桑那州 Texas 德州都包括在内。这些呢是2021年涨幅最高的区域，但是很多西部的主力军买家都是背靠科技公司，之前都是靠着公司给的股票买房，但是最近的这个大跌啊，可想而知会让一些人减少了这个购买房子的能力。那这里呢也还要提一句啊，我个人是非常不建议把首付的钱拿去炒股票的。之前就有一些人留言说到这件事情，就比如说啊，我自己现在想买房子，但是呢因为一直还在bid呀，还在看房啊，没有定下来。那这个期间这个首付的钱应该怎么放着最好？因为也不是笔小数目，一般都得是几十万美元，对吧？那我是觉得，如果是你自住房的首付款，就一定要谨慎为上。比如你就存个定期，或者少部分钱拿去买一些大盘的 ETF， 能够随时变现而且风险低的方式就可以了。我身边呢也知道有人把首付拿去炒股，还加了杠杆，结果呢本来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，就最后一场空的例子啊。尤其呢是公司的股票都是有这个买卖的窗口期的，如果老是拿在手里不舍得提前卖，万一你突然抢到了一套房子，留给你付钱 closing 的时间呢只有1个月，又正好赶上那个月呢公司规定不能卖股票的话，那你不就错过了吗？说回整个房市啊，如果美股真的连续跌到美联储说要开始加息的这个3月份，那房价是一定会受影响的，特别呢是高价房是一定会跌的。这里的高价房呢一般指的是3.5个 million， 也就是350万美元以上的房产。不过很多公司的报告提到，现在这个通胀这么高 7%， 那也就意味着美元的购买力在下降，这也是房价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。现在来看啊，就是加息以后通胀率到底能不能下来，就算只降到了4%、5%，也能让这个市场跑得更稳。而且呢，股市这么吓人，会让一些手里还有现金的人呢，更想去转而买房子，或者有一些以前认定了股票投资的人，转头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投资组合，从而去考虑买房。那此消彼长，房地产市场上有人因为股市爆仓而退出，也有人选择不进入股市而转而买房。总结来说呢，就是房价绝对不会像去年涨势那么凶猛，高价房呢可能会首先出现跌幅，但是刚需房能产生现金流的投资房仍然会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区域啊。就算是股市进一步下跌到了30%，房价也肯定不会跌回疫情前的水平，因为美元购买力下降，现金的贬值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那这些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。不知道大家对于现在的股市和房市怎么看呢？有什么想法都欢迎给我们留言。如果觉得小夏讲得好的朋友呢，别忘了点个赞。还没有关注我们的朋友呢，快点订阅小夏和老麦的频道吧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